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1章：新域探索。第1节：维多利亚女王的日不落帝国。维多利亚女王生于1819年5月24日至1901年1月22日，于1837年6月22日即位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1876年5月1日开始成为印度女王，她是第一位兼任印度皇帝的英国国王。维多利亚的父亲爱德华亲王是英国国王乔治3世的第4个儿子。由于他父亲的3个兄长都没有留下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所以时年18岁的维多利亚在1837年继承了王位，在位时间63年7个月零2天。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对加拿大有深远影响。维多利亚的祖父乔治3世在位期间，1754年至1763年，英国与法国在北美洲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战争，史称7年战争。这场战争由于两国采用的战略不同，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法国为防卫漫长的欧洲陆地边境线，需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欧洲，仅可以向北美洲的殖民地提供少量的军事援助，让殖民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而英国采取的策略是在欧洲大陆与普鲁士王国结盟，牵制法国军队，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海军力量，积极的参与殖民地战争，通过大量的海上运兵直接攻击北美洲的法国殖民地。英国是7年战争最大赢家。法国在1763年巴黎合约中被迫割让了包括今天加拿大在内的北美洲大部分殖民地给英国，英国成为了海外殖民地的霸主，迈向了日不落帝国的传奇。但英国将这次的帝国战争费用转嫁给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引起当地人民强烈不满。7年战争结束后的第13年，即1775年，北美爆发独立战争。1783年签订巴黎条约及凡尔赛条约，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两个条约确立了美国、英国、西班牙在美洲东部殖民地属地边界线。乔治3世成为第一位承认美国作为独立政权的英国国王。维多利亚女王父亲爱德华亲王于1785年在普鲁士大学接受军事训练，1791年5月被派到加拿大服役，以巩固英国对加拿大的殖民统治。1793年被升为少将，1796年又升为上将，同时受封为肯德公爵，成为北美洲殖民地的最高指挥官，一直居住在北美洲。1798年，经英国政府批准，把圣约翰岛改名为爱德华王子岛，以纪念这位英王乔治3世的第4子爱德华王子。1818年5月29日，爱德华王子迎娶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特一世的姐姐维多利亚郡主一妻，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阿尔伯特亲王，他是德国萨尔菲尔德公国的王子，他的姑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所以他们是表兄妹的关系。维多利亚女王在1839年5至6月曾经与俄罗斯的王储有过一段甜蜜的初恋。在国家利益与政治考虑之下，维多利亚女王最终决定与阿尔伯特结婚。与德国结盟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婚后育有9个孩子，全部养育成人，家庭温暖，夫妻恩爱。阿尔伯特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政治顾问，其贡献包括实行教育改革，全球范围内推行废奴运动，管理宗室事务与女王办公室。他积极参与1851年世界博览会的筹办。政治上，尽管女王对在野党强烈反感，他还是说服了女王与议会交往时不带有党派倾向，这一点促进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1861年12月14日，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夫妇共育有9名子女，42名孙子女，其中34位成年。他们的后代包括伊丽莎白2世、菲利普亲王、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索菲亚王后等欧洲的王室成员，大多数与维多利亚女王有亲属关系，赢得了欧洲之母之名。部分子女为加拿大早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介中评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是加拿大建国和西部开发的重要时期。在总结了她祖父和父亲对北美洲殖民地统治经验之后，以其独有的女性怀柔政策来管制北美洲的殖民地。北美洲殖民地与亚洲殖民地有所不同，如果完全按照亚洲的殖民地统治方法，用强迫镇压的方法来管理这些殖民地，势必引起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的反抗，最后造成一个一个殖民地的独立，继而脱离英国的管制。相反，使用合作、谈判、关怀、帮助、恩威并施的方法，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既能让这些殖民地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又能让他们永远的保留英联邦联盟关系。所以，维多利亚时期对加拿大的整体国家形成、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早期英国对加拿大的帮助与关怀，深深的印记在加拿大人民心中。今天加拿大还保留着很多与维多利亚女王有关的地名，以纪念女王的恩德，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路易斯湖、维多利亚市，都与维多利亚女王有关。维多利亚市省议会大厦广场、温哥华市史丹利公园等旅游景点，到处矗立着女王的铜像。好了，我们现在听完这个水哥读了这个第一节以后呢，我们总结一下啊，到底我们这个第一节讲了什么内容呢？维多利亚女王呢，她就为了她不能采取她爷爷那种方法，换一种手法来统治这个北美洲所以呢，就是慢慢呢，就是因为她用那种女人特有的这种关怀关爱这样的一种性格，怀柔政策，我们叫它是怀柔政策。这样的话呢，反而对这些统治呢就比较稳定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节所讲的。我先铺垫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加拿大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样的要从英国殖民地讲起所以呢，我们就先讲一讲他这个法国欧洲人对这个北美这个殖民地的争夺我们先由这个方面来大概有个了解因为我们这个书呢主要是讲西海岸，所以呢东海岸呢也要讲一点，因为它那个来龙去脉要搞清楚，以后呢往下面呢就更容易了解更容易理解那下一段呢下面的这一节开始呢，我就开始讲西海岸了下面第二节呢，我们就讲那个米勒斯还有温哥华船长就是那种早期的英国的那种皮草贸易商人或者是英国的海上的军队海军是怎么样探索这个北美洲西海岸这个领地就涌现出很多那种探险家那我们呢下面呢就会介绍两位探险家就是一个米勒斯，还有一个温哥华船长所以呢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呢继续收看那如果需要及时的收到我的订阅的话呢，最好是点一下下面那个订阅订阅那个按钮。另外呢，把我这些视频呢就转发给你的朋友如果觉得好的话就转发给朋友，让更多人呢了解加拿大的历史那我们下一节再见谢谢。